上学那会儿，我一直纳闷，上课划重点、记笔记，我是最用心的那个，但一考试就跟没学一样。而有些学霸的课本比他们的脸还干净，结果每次都能碾压我等学渣。还有就是，即便考试前一天我熬夜背公式、记要点，但大脑总是能在考试过程中选择性失忆。这是为什么呢？我始终想不通。直到了解了一些跟学习记忆有关的心理学原理，我才发现自己选择了一个最吃力不讨好的方法。一位大学教授正在给学生们讲解一篇文章，讲完之后，一位心理学家走了进来，把学生随机分成2组，然后告诉他们随后要进行一次小测验。不同的是，第一组可以继续阅读刚刚那篇文章，所以叫他们重复阅读组；第2组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他们的教材被收走，只能靠默念回忆来复习，被称为默念回忆组。正常来说，重复阅读组的学生多看了几遍书，记忆效果会更好一点，成绩自然也更高一点。结果没有意外，接下来的考试中，重复阅读组的成绩要优于默念回忆组。不过实验还没有结束，2天之后，心理学家突然告诉他们要再进行一次测验，内容还是那篇文章，这次的成绩就出现了意外。默念回忆组的学生记住了 68% 的内容，而重复阅读组只记住了 54%。 为了消除不确定因素的影响，1周后这些学生又测验了一次，默念回忆组的成绩依然优于重复阅读组。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在我们接收完一段信息之后，就是遗忘的开始。对于大脑来说，它处理信息的速度跟外界传递信息的速度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它无时无刻不在删减过滤，把稀缺的空间留给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信息。这样我们就好理解2组学生的差异了。大脑的记忆就像海滩上的贝壳，时不时被海浪冲回大海。重复阅读组的学生更容易复习，就像有一条船把贝壳，也就是遗忘的知识再送回海滩。而默念回忆组就辛苦得多，他们不能眼睁睁看着贝壳被冲走，只能亲自下海打捞。二者的区别在于，一是复习的方式，重复阅读组是一遍又一遍的输入，默念回忆组则是在大脑里检索；二是复习的难易程度，默念回忆组明显难得多。大脑记住某件事儿，跟我们能想起来这件事儿是完全不同的过程。咱们肯定遇到过这种情况，电视里看到一个演员，怎么都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但某一天不经意间就突然想起来了，这叫做记忆适用理论。就是说，人的记忆能力有2个维度，一个是存储能力，一个是提取能力。存储能力不会随时间减弱，记住了就留在大脑里了。但为什么想不起来呢？主要是提取能力的责任，它就没有存储能力这么坚定了，属于是越用越强，不用则废。考试的时候，大脑要在海量知识里检索出每道题的概念解法。工作了，大脑要根据技能和经验来处理当下的任务，这些都要依赖于我们的提取能力。默念回忆组的学生之所以成绩好，也是因为他们通过回忆、默写这些方法，强化了大脑的提取能力。除了这个原因，记忆痕迹也决定了2种学习方法的差距。默念回忆组在复习的过程中，需要努力回想刚刚接收的信息，比较费力，甚至可以说痛苦。这个时候，大脑就会开启更高层次的认知系统，同时它也会认为这个信息一定对你很重要，需要重点圈起来，记忆痕迹就更深一些。重复阅读组复习起来轻松得多，也就得不到大脑的重视。这么看的话，我们通常用的反复阅读、背诵的方法，不能说没用，但至少不是最高效的方法。我们只是在重复翻阅教材的过程中找到了一种熟悉感，每次复习都觉得自己更熟悉一点，然后产生了已经学会的错觉。但事实上，我们只知道自己知道了哪些，却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哪些。到了考试就会发现，会的已经忘了一些，不会的是一点都不会。基于上面的理论，高效的学习方法可以从2个方面着手：一是想办法完全存储，减少遗忘；二是锻炼提取能力，随时用，随时能检索到。给学习制造困难。以前我也觉得学习越轻松，那不就学得越快吗？但事实上忘得也快，因为大脑不会把轻松获取的信息放到记忆区的优先顺位，记忆痕迹也就相对较浅，所以我们得给他一点压力，让他觉得这些信息很重要。这里有2个小技巧：间隔练习。有些研究安排了38名实习医生学习4节有关显微手术的课，一半医生1天就学完了，另外一半则是每节课之间都隔了1周时间。课程结束1个月后，他们开始实操，结果显示，在每个环节，集中学习的医生的表现都明显低于间隔学习的医生。学习新知识或者技能，一般大家都倾向于长痛不如短痛，集中一段时间学完。
但长期记忆是需要时间进行心理演绎和其他巩固过程的，记忆痕迹也需要加深并和已知联系起来。每次间隔练习都又走了一遍这个过程，所以效果比集中练习要好。2. 穿插练习，就是打破同一个主题集中学习的习惯，就像学第1章的时候同时穿插第3章、第5章，或者学英语的时候穿插学习微积分、概率论，听起来就费劲，对吧？但有一项实验是这样的，一组学生集中练习同类型的题，另外一组穿插其他类型的题。当时测验的结果，第一组正确率高于第二组，不过1周后再次测试，第一组正确率下降到 20%， 而穿插练习的学生反而提升到了 63%。 穿插练习当时给人的感觉可能不太好，还没整明白又切换到其他频道，但它的确能带来更深的记忆痕迹，有助于形成长期记忆。2. 养成检索的习惯。检索练习就是自我测试，主动去回忆和梳理学过的知识，在大脑里形成完整的脉络，以便应用时可以快速调用。检索也有3个小技巧。1. 自问自答，结束一天的学习或者学完了一个章节，就给自己提一些问题，比如这些知识的核心概念是什么，能应用在哪些问题上，跟之前学的有什么联系等等。学科不同，对应的专业问题也不同，而且有趣的地方在于，从问题的专业程度上，你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学到了多少。2. 考试，要说最好的检索方式，那就是考试了。只不过很多学生最讨厌的也是考试，因为现在的教育机制让考试的作用从检查学习的漏洞变成了衡量学生的能力，所以对很多学生来说，成绩排名比错了哪些题更重要。不过我们可以找测试题或者自己出题，不用怀疑它的效果出奇的好。有项研究表明，学完立即来一次测试，1周后的回忆率就从 28% 提升到 39%。 怎么设计测验呢？有3个原则。首先，测试题最好是问答题，而不是选择题或者判断题，毕竟这2种题型都有提醒的嫌疑，难度降低也不利于记忆。其次，测验也采用间隔练习的方法，睡眠起到巩固记忆的过程，所以2次测验可以间隔1天。我们可以按照间隔1天、1周、2周的节奏来测验。最后，每次测验后不要立即看答案检查，可以选择第2天再检查，推迟反馈能让你多一次练习的机会。3. 传授给他人，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费曼学习法，这也是检索的过程。费曼主张，假使你把所学的东西讲给一个12岁的孩子听，他能听懂的话，你才是真正听懂了。学习有3个关键步骤：编码、巩固和检索。编码是说大脑把接收的信息转化成能存储、理解和应用的心理表征，在完全理解新知识之前，它在大脑的存储形式是零散的、碎片化的。但现在你要给一个12岁的小孩解释，你就得想办法让它形成一个完整的、清晰的结构，这样有助于形成心理表征。另外，在我们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自己的话的过程，也是新旧知识连接的过程，它更符合我们的提取习惯，应用时也更容易记起来。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其中的一些方法都是学霸经常用的？比如我高中那会儿，有些成绩好的学生每天都会找不同科目的试卷来做，这刚好是穿插练习加考试结合。所以学霸们并不是天生学习能力又强，而是恰好用了科学高效的方法。今天咱们聊的这些方法来自于11位认知心理学家，他们通过长时间的实验和大量的数据分析，研究出可以应用到学校、职场、符合心理学规律的学习方法，真的值得一试。